2024年12月24号，美国海军确认在一起友军误击事件中，第二架战斗机差点被击落。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军敌我识别系统的原理是什么？其中哪一环出现了问题，导致接连2起乌龙？接下来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问题。事件发生在红海上空，当时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完空中加油任务后，准备返回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时，遭遇了来自盖茨堡号巡洋舰发射的第2枚 SM-2 防空导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架战斗机与第一架被击落的战机相距数英里。第2枚导弹发射后，战斗机紧急采取规避机动，成功避免了导弹的直接打击，仅以约30米的距离擦肩而过。海军官员证实，确实有第2枚 SM-2 导弹从盖茨堡号发射。海军目前正在调查这枚导弹是否锁定了该战机。此外，海军还在调查盖茨堡号是否关闭了导弹导引系统。这里大兵补充一下，SM-2 导弹即标准2导弹，是美国海军在1970年代开始服役的一款中程防空导弹，其引信采用雷达碰炸引信，战斗部预制破片，如果战机被雷达锁定，那30米的距离内绝对会触发引信，导致战机被击落。但在本次事件中引信并没有被触发，因此美国海军对此原因展开了调查。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清楚标准2导弹有没有内置敌我识别系统，但类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2024年2月，在红海的一次友军交火事件中，德国护卫舰黑森号向一架美国的 MQ-9 收割者无人机发射了2枚 SM-2， 结果这2枚导弹都因技术缺陷坠入海中。第2架战斗机差点被击落的消息此前未曾公开。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对此事件的回应是，盖茨堡号巡洋舰在执行任务时错误地向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 FA-18 开火并击中了该机，但知情人士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这架 FA-18 战机是在完成空中加油任务后，准备返回杜鲁门号时被击落的。在事件发生时，这架飞行员和武器系统官员在发现导弹锁定后立刻弹射逃生，最终由一架救援直升机将他们接回航母。据悉，2名飞行员均受轻伤，并已返回了杜鲁门号。这次友军误击事件的发生，在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刚刚到达红海后不久。12月21号，杜鲁门号发起了首次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当天晚上，美国海军舰艇曾遭到胡塞武装的攻击，这可能是造成误击事件的一个原因。事件发生后，海军飞行员对盖茨堡号上的训练提出质疑，认为其训练不足，未能有效识别目标。虽然美国官方部门并没有公布事件的直接原因，不过现在网络广泛认为是美军的敌我识别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接下来大兵就来聊聊雷达是如何实现敌我识别的。众所周知，雷达发出的电波其实和声波十分相似。当雷达探测目标时，就会发出一道电波，碰到目标后返回，雷达再分析回波，就能得知目标的信息，比如大小和位置、速度等等。然而，这些信息并没有办法判断出一个目标是否是友方单位。1930年，英国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在友方战机感到自己被雷达探测后，也发射一道特制电波，告诉雷达自己是友军，别开火。这种基于雷达的敌我识别技术就被称为 IFF。初期的敌我识别技术，大兵用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解释。在一片黑暗的大山中，大兵看到远处有一个光源照向自己，但不知道它是敌是友。于是大兵打开手电筒，发出了3短1长类似摩斯电码的亮光信号，这是大兵和朋友分开前提前约定好的，只要回复这段特殊信号就能确定敌我。然而想必各位也能看出这套系统的缺点，那就是这种确认敌我的方式太过简单了。一旦敌人也拿到这串敌我识别代码，就可以轻松地伪装成友军。在使命召唤6中俄罗斯通过一架坠落的美军卫星拿到了美国空军的防空识别码， VDV 直接大摇大摆地横穿太平洋入侵美国。虽然这是游戏剧情，但足以证明敌我识别码保密的重要性。在二战及冷战期间
负责发射敌我识别码的问答机都是高度机密，内部往往装备了自毁装置，防止飞机坠毁后被敌方获取信息。而之后的一系列敌我识别系统也基本依赖这套原理，只是随着雷达性能越来越强，敌我识别码也越来越复杂，从单一频段的摩斯电码到不同频段的复杂电波，有时甚至需要2次、3次回拨才能确定是否为友方。然而这个办法呢并不完美，越南人还因此吃过大亏，原因就是装备在战机上的应答机是有问必答的，无论这条询问是来自于哪个雷达，也就是说，即便是敌军雷达，应答机也会回复。越战时期，在越南上空作战的美军战斗机飞行员都被迫靠近越南空军的米格机，以便在攻击敌机之前对其进行目视识别。因为雷达只能确定前方天空中是否有其他飞机，而不知道其是敌是友。然而，在接近确定敌友之后，米格依靠强大的机动性，能在空战中发挥最大优势，这让美空军初期的损失要大于越南空军。然而，美军很快发现当敌我识别系统中的漏洞，并且开发了一种名叫战斗树的电子战系统。首先装备美空军的主力战机卖到 F4D 鬼怪2上，在实战中巡航的鬼怪用该设备可以向视距外的越南米格战斗机发出询问，然后获得对方机载的敌我识别器的应答，并且由此提前掌握对方的存在和身份。而如果采用雷达搜索，米格机就有可能察觉到自己被美军战斗机跟踪，从而丧失突袭的优势。战斗树极大拓展了美国飞行员的安全边界，使他们能够在视距外早早获得敌机的身份识别，并且敌机对此还毫无察觉。现在北约的军用 IFF 系统已经进化至了 Mach 12，其中有4部分组成，分别是雷达端的加密机、询问机、解码机以及应答端的应答机。针对上一代系统有求必应式的应答机制缺陷，后续的 Mach 12系统进行了纠正。Mach 12与 Mach 10的最大区别是引入了新的 Mod 4应答模式，在 Mod 3的询问信号后，增加了12个脉冲，以构成4位数的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该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会对密钥一致的问询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问询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此外，敌我识别技术还依赖于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除了雷达之外呢，现代敌我识别系统通常还会结合红外、光学和激光等多种传感器的信息。这些传感器能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提供辅助数据，帮助系统更准确地判断目标。红外传感器通过检测目标发出的热辐射，光学传感器则利用摄像头拍摄图像，从而进一步确认目标的外形和属性。通过这些传感器的融合，敌我识别的可靠性得到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复杂和动态变化的战场环境中。敌我识别系统还利用加密和频率管理技术，以确保敌方无法通过截获信号进行欺骗。通过加密、频率跳变等技术，友军的识别信号变得更加难以被敌方破解，进一步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加密信号可以有效防止敌军通过电子干扰技术伪装成友军，从而避免识别错误。在实际作战中，敌我识别系统如何发挥作用？以海军的 SM-2 防空导弹为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敌我识别在动态战场环境中的运作方式。SM-2 导弹是一种海基防空导弹，在发射后通常是依赖舰载雷达系统进行目标识别和追踪。导弹的导引系统会首先通过雷达对目标进行扫描，判断其是否为敌军目标。如果是敌军目标，系统会指引导弹沿最佳路径向目标飞行；如果是友军目标，导引系统则会停止引导，避免误击。在导弹接近目标的过程中，敌我识别的精度要求更高。此时，导弹的寻地头会再次进行目标确认，这一阶段是敌我识别最为关键的环节。因为导弹的飞行速度和距离非常短，必须在几秒钟内对目标进行精确识别，才能确保其是敌方目标。如果此时发生错误，导弹可能会错误地锁定友军目标，
导致友军飞机或舰艇被误击。尽管现代敌我识别系统已经非常先进了，但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敌我识别失效的风险仍然存在。以美国海军盖茨堡号巡洋舰事件为例，该事件中由于敌我识别失误，差点将友军战斗机击落，揭示了敌我识别技术在高强度作战中的挑战。敌我识别失效的原因通常有多个方面。首先，系统故障或人为操作错误是敌我识别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敌我识别系统依赖复杂的硬件和软件组件，一旦这些系统发生故障，便可能导致目标识别错误。例如，系统可能未能及时地关闭导弹的引导系统，导致导弹错误地锁定友军目标。在高强度战斗中，系统的任何微小故障都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此外，操作人员的失误也是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紧张的战场环境下，操作人员可能无法完全遵循程序，导致识别结果出现偏差。其次，战场环境的干扰因素也是敌我识别系统失效的重要原因。现代电子战中，敌方可能使用电子干扰设备对友军的敌我识别系统进行干扰，试图通过改变雷达信号的波形或频率来迷惑敌方识别系统。此外，天气条件和地理因素也可能影响雷达信号的传播和反射，增加敌我识别的难度。例如，强烈的电磁干扰或恶劣天气可能会导致雷达信号的丢失或错误解读，进而影响目标的准确识别。最后，敌我识别的失效还与数据传输滞后和信息不完全有关。敌我识别系统通常需要实时获取大量战场数据，以做出快速的判断决策。如果系统出现信息滞后或数据不全，便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尤其在战斗机进行高速机动的情况下，目标的变化可能非常迅速，而敌我识别系统未能及时更新目标信息，就有可能发生误击事件。综合来看呢，大兵个人猜测，这次误击的主要原因是盖茨堡号巡洋舰操作员的不熟练以及过于紧张的心情导致的。大兵之前提到，美军舰队在当天已经遭遇过了胡塞武装的攻击，而2架被误击的 F-18正处于准备降落阶段，高度肯定会降低。而紧张的雷达操作员看到屏幕上2个距离航空母舰很近而且骤然降低的信号，由于过于紧张，未等敌我识别系统完成应答，就判断这2架 F-18是胡塞的无人机。之后，由于一系列的不规范操作，2枚标准2导弹发射，才造成了这次乌龙。当然，以上仅为大兵根据当前公开信息个人的猜测，要是猜错了，求大家轻点喷；要是猜对了，就求点个赞。各位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